进来呀。你干嘛？没事没事。你到底想干嘛？不要害怕啊！我是为你好。我觉得你非常有希望获得这份前台的工作。我觉得你非常有希望获得这份前台的工作。真的吗？那是当然，我不会骗你的。来，走两步。啊？走两步，我得看看你的仪态呀，对不对？来。哦。站实，站实。不错。我告诉你啊，不是每个应聘的都有机会获得前台这份工作的。公司的要求那是模棱两可的。最关键是你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哇，你干嘛呀？你别过来！我都告诉你，我订婚了，我回复了。这也算订婚戒指，小丫头。来，我告诉你，来吧，小姑娘，别。小野猫，带劲。喂，喂，嫂子，是我刘星川，我现在跟曼曼在一起。他怎么跟你在一块儿呢？出大事了，嫂子，你赶紧过来一趟吧。怎么啦？曼曼今天不是去面试吗？然后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就被人给怎么啦？你好好说话，别吞吞吐吐的。给侮辱了啊！他是一直在哭呀，那眼泪流得跟小河流水一样，那脸白得像张纸。我真的，哎，真哥出差应该还在飞机上，我实在没有办法给你打电话的，嫂子。你赶紧过来一趟吧。我一个大老爷们，我也不好劝呀，更不好问细节。还是得你们女人对女人说话方便，接下来该报警报警，该取证取证，你说是吧，嫂子？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啊。哎，东西你们一会儿帮我收一下，我有急事，我先走了啊。哎，姐，你还回来吗？出什么事儿了？问我呢？喂，妈，高血压药吃了吗？今天没吃啊。赶紧吃。哎呀，你跟我说出什么事儿了？你赶紧吃。好，我吃。啊，说吧。曼曼出事了，她被劫色了。这小妖精，这二货，我早知道他要出事儿的，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儿啊！刘金川给我打电话了，我现在去处理啊。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杨真，出大事了，你赶紧回家吧。我跟你说，有一个叫刘星川的混蛋，你认识他吧？你妹妹曼曼被他欺负了，都是我不好，我没有照顾好他。你说我要是死了，到那边跟你爸，我怎么交代？我怎么跟他见面啊？哎呦！擦擦嘴。你还好吧？其实也没什么好哭的，但关键是那个人太恶心了，他肥头大耳的，还有口臭。曼曼，你没事吧？哎呦，收回去了。哎呀，你干嘛？啊，我理解。你现在业务所有的肢体接触，没事啊。谁让你叫他过来的？我是为你好啊，这种事情发生总得有家里人出面吧？他就是罪魁祸首。要是不是因为他非逼我出去找工作，我会变成这样子吗？不是，曼曼，你遇到这个事情呢，
嫂子也觉得很难过，但是咱们现在得先解决问题啊！走，跟嫂子去医院，时间长了可就不好取证了。哎，取什么证啊？这是个技术问题，我回头再给你解释。小刘，你报警了吗？我还没，嫂子。我吧。因为这个事情你还要报警啊？曼曼，你不想报警啊？行吧，不报就不报。但是咱们得正视这个问题，好不好？你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你跟嫂子说一下。你少假惺惺了好不好？还不是因为怕我在家吃白饭，把我推入火坑。不是，小刘，哎，谢谢你啊。那个，你是不是还有工作啊？你去忙吧。我没事儿，我下午请假也可以的。哎，慢慢交给我吧。我们呢可以聊一点女人之间的话题。哦，那你们聊，我还得去上班。曼曼，你跟嫂子说一下，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那家贸易公司的人事经理。那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他们公司那个消防通道里边啊。你喊了吗？当然喊了。没有人听到吗？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到，反正到最后我就甩了他一巴掌，然后我就跑了。甩了他一巴掌，那他进行到哪一步了？我知道啊，让你回忆这个是很痛苦的，你不用勉强。就他的咸猪手，他摸我这里，然后呢？然后他的咸猪嘴就这样过来啊！你反抗了吗？我当然反抗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甩了他一巴掌我就跑了呀！甩了他巴掌就跑了，完了？啊！还好，我是被非礼了呀，大姐。不是，我还以为你以为什么？你以为我被别人强奸啦？嘘，想死我！就这样了？啊，就这样了。不是你瞧他那样，他也没被怎么着啊？本来又没什么事啊，你以为有什么事啊？哎呦，坏了！赶紧给杨正打个电话。我跟他在电话里边说他妹被人家那什么了。哪个什么了？就是那什么了。哪什么了？你怎么跟他说的？不是你怎么跟我说，我就怎么跟他说的。我就跟他说那个叫刘新川的家伙把他妹妹给那个什么了。我是这么跟您说的吗？那你怎么跟我说的？喂，杨正，妈下午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曼曼没事儿，一点事儿没有啊，一根汗毛都没掉，是个误会。对，跟那小刘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觉得现在跟我说这些有点晚了吗？我可让你们给害惨了。怎么啦？我今天当着公司几十双眼睛，把人小刘给打了。他好可怜啊，就倒霉啊！你还笑，还不是因为你？不是，那伤的严不严重啊？你快给人好好道个歉去啊！就是误工费、医药费咱们全出了。重点不在这儿。重点在哪儿啊？大老板给我放假了，让我闭门思过。啊？都来。我也是受害者啊！嫂子，你干嘛不叫我哥，要叫他来啊？咱们这是定量爆破精细活儿，你哥那当量太大，控制不住。对啊，我现在眼睛还疼着呢。这种混蛋啊，得收拾，不然不知道祸害多少小姑娘。沈明宝小姐，你的简历我们已经看过了。请你自我评价一下，有领导和组织能力吗？我在原单位组织过多次罢工。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问你，你为什么要离开你原来的公司？好吧，
这个问题不用回答。沈小姐。啊。借一步说话。啊。借一步说话。哦。来，这边啊。这边。哼，这儿挺好啊，挺隐蔽的，2道门，这里听不到外面的声音，想必外面也听不见里面的声音。你说的太对了，你非常的敏锐，我相信你非常的需要这份工作。嗯，是啊。那您觉得我也有希望吗？我觉得我这个薪资要求是不是有点高啊？我觉得你非常有希望，不过得是在我的帮助之下。您这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哎。什么意思？你不懂吗？嗯？人长得丑，你想得到底美呀你！哎呀，你踩我干什么？你不会，这什么？看镜头！别拍，注意！你个屁！我现在宣布，你社交死亡，职业生涯也就此结束。看见了吗？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这些楼都卖出去。喊一下口号啊！有我最强，有我最强，我为丹皇，我为丹皇，只要干不死，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就往死里干。小美，带着大家再喊2遍。好，有我最强，有我最强，我是来应聘的。我为丹皇，只要干不死。来，跟我进来吧，坐。嗯。来面试什么岗位啊？销售。销售有什么技巧吗？有需就有求，销售就是发现人的需求。有需就有求，只要有需求就可以卖出东西来。我喜欢你的答案。销售就是要发现需求，掌握需求。我就喜欢你这样没经验，我好培养。喜欢就好，喜欢就好。啊，那个工资的话是？前3个月试用期，保底工资4000，3年以后交社保。啊，这哪个销售是吃保底的呀？好好干，1个月2、3万是事儿吗？拼了命干，1个月10万8万的也不是事儿啊。今天能上班吗？今天我什么都没带啊。花呗、微利贷该还了吗？这个月9号。眼瞅着是换季了，新衣服该买了吧？我现在就能上班。人事就在外面办手续。好，谢谢经理。谁的业绩好，谁就排在前面，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业绩这个东西最公平，不分先来后到，你也可以。谢谢经理的鼓励。走吧，跟我出去。去哪儿？跑业务呀。退钱！今天不退钱，我们就在这儿不走了。你不用跟我啰里吧嗦那么多，退钱就完了。我就是一个新来的前台。那我们那儿怎么住呀？我俩来了几次了，不归我管呀。不退不走了。我俩来多少次了？来多少趟了？这事不归我管，我就是。那我们的房子住呀？你老抓住了。干杯！哎呀，不好意思，来晚了。干杯！来。好了，要买房找我啊。交奖金呢。
如果您对房子满意的话，建议您尽快定下来。房价都涨了4倍了啊！对，这买的话就不行了，真的。别放心，要是想嫁的话，就跟我说。哎，好，哎，联系我。周边的小区啊，价格都比它高。好的，没问题啊。哎，妈妈，你新来的，大哥敬你一杯。敬什么敬啊？哎呦，自拍完再喝，来得及。走。行。你让他喝，哇，你这样太好看了吧！对呀，是，你是前台啊？啊，我叫尤丽美，现在大4，当不了销售，只能当前台了。对了，你是新来的，他们今天商量好要灌死你。来，哎，对了，那客户这么闹，你们工作压力挺大的吧？哎，装傻充愣呗。那他们为什么要闹？你看啊，交了中介费，房子卖不出去的，或者是付了首付，贷款迟迟下不来的，还有房子被卖了好几家的。那万一他们这么闹起来，你们 hold 不住怎么办？报警呗，这属于经济纠纷，警察也管不着啊。你们全公司的人都这么做事啊 ？No， 这属于 C 类业务，商业机密，需要工作2年以上才会给你培训。哦，大家一起喝一口。可以了，来，你俩干嘛呢？过来喝酒。可以啊！走，怎么办？快点。没事，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啊。谁躲了？来，喝！干杯！这房产中介有前途吗？哎，你们这上司人品怎么样啊？只贪财，不贪色。张二，你可想清楚了啊！干房产中介可辛苦，年轻人这得多吃点苦。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我跟你说，哎呦，夏天好，车间里边温度都50多度啊，还有高噪音、高湿度，忍着、挺着，知道吧？加班都是自愿的，那叫荣誉，知道吧？啊，难怪。然后我爸我也是这么。说什么呢？没什么。哎呀，他也就3分钟热度啊！你们一天天怎么净打击我啊？这个是我第1份工作哎。哎，人家底薪多少啊？底薪有点低，但是提成很高啊。我有一个同学啊，干了几个月啊，现在都买房买车了。哥，你要是一辈子待在家里的话也可以，我可以养你的。我说大老爷们让你养，那不成废物了？我办了一个新号码，现在呢，我有2个手机，一个用来接家里的电话，一个用来接客户的电话。以后啊，你们要有朋友想要买房、租房啊，都可以跟我介绍哦。喂，吴伟，哎，你看到我发的刷宝了吗？我现在干房产中介了，你要是想租房，随时找我，我随时带你看房。入戏啦！我现在要去复习我的资料了，失陪。拧上了有模有样的，这，你给他做个培训啊？自学成才。他要是挣了钱，以后在这家里都得横着走。哎呦，哎呀，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就来啦？这样子怎么了？不是，我们是来买房子，我们是很有钱的老太太，你穿的像买菜一样的，你就不懂了吧？我跟你说，现在有钱的人就是得是我这样的，搞什么花枝招展啊？很多人都是以貌取人的，你知道吧？行了，你也赶紧的，快点儿。哎呦，那好吧，没别的办法，我给你办一下。哎呀，行了，这样就可以了，快点吧。哎呀，很有钱啦！哎，你超有钱的，现在你知道吧？哎，你好，欢迎光临。2位是买房还是卖房？买房。那我给你们推荐销售啊。啊，没事，我来就行了。啊，你们这边坐。干什么呀？砸场子呀？我们是来给你撑场子的。我们是来给你站台。是这样啊，我们的房源呢都是真实的，所以只需要你们说出需求，我会按照你们的需求来给你们介绍合适的房源。那请问一下，2位是想要2居的还是3居的呢？是这样的，
我现在呢，跟我儿子儿媳妇儿，未来还要跟我孙子一起住。这房子起码是要3居或者是4居，起码有2个卧室，必须朝南，一定要位置好。哦，那这房价不便宜的。哎呦，钱不是事儿，你只要给我们介绍合适的房子就行。2位阿姨啊，看房子啊，买房子。谁阿姨呀？叫姐姐。哎，姐姐好，姐姐好。哎，小杨，你把这钥匙给小王那边送过去，他带客户看房子。不是，我这客户就在旁边那个便利店那儿，你送过去就回来。哎，特等走了。对呀，这还是介绍房源呢，说一半呢。那你看2位姐姐，我也给大家介绍啊，是不是？不是，哎，小伟，哎，给2位姐姐倒点水，看看是喝果汁还是喝茶。不用不用，你这个小同志啊，我要好好说说你了。你这是明目张胆的撬人家小姑娘的生意呀！对啊，我是她的领导。我看着2位姐姐是诚心诚意买房，我得对你们负责任。谁让你负什么责呀？你负什么责呀？人家小姑娘就不能给我们负责啦？有些情况您不太了解。那她刚来啊，经验少，而且看着小姑娘这么年轻，这么好看，在这干不长。谁说好看的姑娘就不能卖房子？对呀，工作就不能干好了？我看人家小姑娘脑子很活络的，而且很有亲和力呀。对呀，怎么说她的你？这什么？哎，姐姐别走啊！我的房源多呀，我跟那个房东都熟，我能压的价格他做不到。再见！我跟你说，小伙子，好好做人啊！对。哎，人呢？一看就没钱，还买房子呢。小妖精啊。干嘛？我的。嘿，一趟，慢点啊。小妖精，我原本以为你不会踏踏实实好好工作，没想到干得不错呀，挺上道的。那当然了，我每天晚上都背资料的。不信你随便考我，这附近所有的小区啊，哪些有3居室，哪些有2居室，哪些是租的，哪些是卖的，他们全部的价格还有历史成交价格，我全部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哎，手动点赞。那你多给我做点好吃的，我每天在外面跑来跑去，很辛苦的，很需要补充营养的。哎，知道了。但是你也不要那么太辛苦了啊。哎，今天我们去你那儿。半道上把你叫去送钥匙那个家伙，哎呦，那个人可不怎么样，我告诉你，你可要提高警惕。他让你去送钥匙是故意把你支走，想抢你的活儿。他以为我们2个老太太是大客户呢。让。哎呀，你上点心，别不当回事儿，小妖精。知道啦，老太婆。哼，吃。回迁房，小产权可以卖，那套房子抢的人很多，你把定金先打过来，我让房东给你留着。OK， 好，经理，小产权房也可以卖的吗？没产权都能卖，没有我卖不了的。嘿嘿，姐啊，我真感觉咱俩特有缘分，你长得和我亲姐似的。要不你想我自己的关系，我凭什么用啊？所以说，过了这村真没这个店了。哎呀，我呀就这一套房子，这现在儿子上大学急用钱，要不我怎么舍得卖呀？所以呀，我给你的价钱比别人高了15%啊，人家明天就打钱，你想想，过2天，你在钞票里面游泳了。那这手续费怎么算？手续费是成交额的5%，但是啊，因为您这个是小产权房，公司规定要先交手续费，我们要去帮您打点好关系，才能过户。
您是知道的。姐呀，你这是小产权没房本的，能卖不错了。人不能太贪心。好好好，我不贪啊，我给你拿钱去。房子卖了。哦，孩子啊，有钱上学了。看什么看？合同？哪合同？我呀，赚点钱也不容易啊，点点。行行，来，我帮你数。有零着呢，你把这零的数出。杨妈妈，杨妈妈，来，这一次的提成，我也有啊。当然有啊。啊，谢谢经理。经理，我偷偷问一句，这次你能赚多少啊？5000。乘以10。以后跟我好好干，钱挣不完的。那我先出去了。啊，去吧。你这一打起游戏来，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熬夜也不觉得累了。升升级，攒攒装备，这样忙的事太多了。妈妈，回来啦？哦，吃饭了吗？我不饿。大妈呢？出去遛弯了。你怎么了？撅着个嘴，臊眉打眼的。我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们。好消息怎么还不高兴呢？我跟经理一起卖了一套房，经理给了我1000块钱提成。那这不好事儿吗？是小产权房，而且高于市价。小产权怎么了？小产权不是违规的吗？哎呀，天塌下来，有主管在那儿扛着呢。要问你，你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不是，我就是觉得那个房东挺可怜的，给的全是现金，一沓旧钞票，整整齐齐的包在手绢里面，一看就知道是攒了很久的。习惯跟我爸一样，都是把钱包在手绢里面。我跟你说啊，杨曼曼，你别同情心泛滥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知道吗？你今天这钱拿的是不是就等于是封口费了？那我不是进贼窝了？那怎么办啊？怎么办呀？这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呗。这刚入行第一步还是很重要的吧？丫们怎么就说你们女人是情绪主导抉择呢？在职场做小伏低的事情是很正常的。你像我这种技术工种不是也一样吗？你能不能别教唆她任性啊？我教唆她任性，你愿意让你妹妹刚入社会就被这些低俗的人、市侩的人给洗脑吗？你说现在这孩子啊，要不然就是跳槽，来不来就是换工作的。你这工作哪有是完美的呀？好的工作是可以让你在工作中实现自我的，而不是丢失掉自我呀。你看看你，再看看我。加班小沈，社畜小杨，我们加班时间超过了97%的同行，用失眠换来了晋升的机会。然后呢？不要再吵了，我再看2天吧，实在不行辞职。不是吧？怎么啦？产品召回？哪家公司啊？我们公司啊。啊？什么原因呢？肯定是售后做的不好呗。我估计这2天公司的
准备叫我回去了，我得去准备准备材料。这不没给你打电话让你回去吗？你等给你打电话再说呗。那不是我性格呀，这必须马上啊，这不是我风格啊！哎，你记住了啊，听我的，别听你嫂子。别听他的。怎么现在才来找我嘛？啊，他要找工作，要干房产中介，找我就对了嘛。怎么每次都是出了事情才来找我？哎，你怎么那么啰嗦呀？这不也没出什么事儿吗？怎么没出事情？签约那天你在现场吧？嗯，定金的抽成你拿了吗？给了我1000块钱，说是提成。他已经涉嫌诈骗了。没那么严重吧？他们不都说是潜规则吗？哎呀，你干什么不相信老顾啦？他也不会骗你的了。那他也是开中介公司的嘛，那谁知道是不是行业竞争？哎，苏云，我是什么人你是知道的，我可是本分做生意啊。所以嘛，你就发不了大财呀。曼曼，你拿我们当你的家人吗？反正我觉得你们应该不会骗我吧？那你自己做个决定，报警或者不报。干嘛要报警啊？最多明天去辞职好了呀。人三思而后行，鸟三顾而后飞。你好好说话。对，我的意思，慎重，再慎重。听到了吧，曼曼？那我要先把小美摘出来。你们公司宠物啊？还不是，是我们公司前台。小妖精啊，我刚刚路过你们公司，我看见很多人被警察带走了，你们那个经理也在里面。嗯，我知道啊。不是你今天怎么没去上班啊？没你什么事儿吧？没我什么事儿，我都辞职了。辞职了？为什么呀？那些人干了坏事儿，我就告诉受害者，然后就报警了。真是你干的？嗯。不知道是不是跟你一起待久了，感染上了你的一身正气，嫉恶如仇。怎么样，满意了吧？满意。行啊，丫头，行。大白天搂搂抱抱干嘛呢？我去做饭，今天中午吃点好的。啊。哎，你给你大妈下什么迷魂药了啊？哦，哥，我跟你说啊，我把那个贼窝给端了。哪个贼窝？就我们那公司啊，我通知了那些受害人，他们拉了一个群，然后一起报单，小金额就变成大案子。谁让你这么干的？嫂子，你初出茅庐，涉世未深，你不懂江湖的险恶，这要传出去以后怎么混呢？干嘛？除了我嫂子，大妈也是很支持我的。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长点心吧你。最近低调点啊，千万别让他们发现了。怎么啦？还在为姚曼曼的事情生气吗？不热呀？我不热。哎，我问你个问题，你说投资跟投机有区别吗？没区别。有区别。有什么区别？一个是普通话，一个是广东话呀，不好笑吗？一点都不好笑。我觉得很好笑啊！简宁给我讲这个笑话的时候，我笑了好久。简宁是谁啊？我的一个同事啊，你见过的。不好笑。好笑。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啥事？明天咱们跟陈东刚一起吃个饭。跟他们有什么事啊？不吃。哎呦，反正你也没什么事情，联络联络感情嘛。谁没事啊？不是，哎，你说说人家，对吧？是用金钱换利益，
你是用劳动换利益，你们就不在一个阶层上，作为朋友，你不觉得这自欺欺人吗？不在一个阶层上就不能做朋友吗？人家每天点对点 OTO， 王八对绿豆的，咱们跟人聊什么呀？啊，聊咱们家那点破事儿。哎呦，你不要那么小气嘛！我跟你说，薛可欣和陈东刚他们俩刚领证了，然后也办不了婚礼，咱们作为朋友一起吃个饭不是应该的吗？都领证了，这么快？嗯，去吧，啊，去吧，去吧，去吧。你干嘛去啊？拿钱，准备红包。恭喜恭喜，啊，百年好合。谢谢哥。这点钱在你们眼里虽然是毛毛雨，但是就当讨个彩头吧。谢谢你，杨老板。来，可心，祝福你们啊！希望你们两个能够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爱。爱是恒久忍耐，是恩赐；爱是不自夸，不张扬。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不算计别人。爱是永不止息的。干杯！恭喜恭喜！谢谢你们。坐吧，坐吧。嗯。我跟可心结婚不容易，婚礼婚宴一概没有，挺寒酸的。这些都是繁文缛节，不重要的。真不办了？嗯，不办了。办就不办，这样也挺好。嗯。哎，对了，我给你们找了几个大客户，通知大家明天复工。真的？太好了。哎，二位老板，我打断一下啊，我可以原在先哦。明保加班，每周不能超过3天，每天加班不能超过10点。只要怀孕了，必须立刻辞职，马上回家胞胎。哥，没问题。有问题？为什么呀？别人怀孕了都能工作，为什么我不能呀？我要是不工作了，咱们家收入就少了一半。你妈每天买个菜都在那儿锱铢必较的。我妈怎么锱铢必较了？我刚升了职，收入明明增加了。大哥，你都休假了？暂时的。那万一不是暂时的呢？我们老板上次还跟我说，产品做得非常好，还准备在那个市场大会上给我授奖呢。谢谢你了，你们公司的产品都大面积召回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是不是干技术干傻了？你跟鸵鸟似的。哎呀，你俩行了。产品有问题，这是1天2天的事儿吗？这个节骨眼上让你休假，你不觉得奇怪吗？有什么奇怪的？总之，如果你没有工作了，我就是这个家里的经济支柱。放心，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我去一下洗手间啊。哎，你造反呢？怎么你就直男癌发作了，不让我工作啊？养活妻儿那是男人的规定动作。你上你的班，你做你的女强人，干嘛把我往地上踩？谁踩你了？产品召回有很多种可能，很多环节都可以出问题，不见得是我的责任。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办公室政治。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不得找人背锅吗？我说的这是最坏的打算。要说你回家说呀，你在外人面前挤兑我干嘛？显得你能耐啊？要我配合你做面子工程是吧？僚机就得心甘情愿地为主机牺牲是吗？可惜呀，婚姻法里没有规定老婆有这个义务。沈明宝，你就跟我对着干，能耐？面子是别人给的，脸是自己挣的。哎，杨真呢？刚接了一电话，公司找他有事儿。你呀，对你自己老公好一点儿，这婚姻又不是战场，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什么意思啊？谁不合脚了？陈东刚，对你老婆好一点。你自己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吧。我这儿帮你呢，听不懂吗？谁用你帮啊？我跟我老公是蜜里调油，
情比金坚，秀恩爱死得快。沈明宝，你咒我啊！我提醒你。行了，你们俩，姐，明天照常复工。必须啊！沈总监，您的快递，谢谢，不客气。小领导，谢谢。啥情况？前任呢？除了嬉笑怒骂，还有什么尴尬的？3天了，你就给我交这个东西啊？重新做。好，我重做。哎，你怎么来啦？犒劳三军，鼓舞士气。我看你是宣誓主权来了。花语青言这个大客户是我空手套回来的，叫我救世主也不足为过。哎，你把这个拿去分给大家吃了。谢谢老板娘，谢谢老板娘。花语青言的市场份额稳步提升，说明我们的宣传效果很好。特别好吃。高的市场份额不代表高利润，眼光放长远些。走，带你宣誓主权去。我知道，我也明白。新的 slogan 做成 KT 版，放在公司门口。行。还有啊，那个新3版的那等你过来再说。你就是从知瑞天杰走的，我们做熟不做生，只要你愿意回来。之前跳槽的资深文案想挖回来。行，这个情况我们会考虑的，只要你愿意回来，好不好？喂，你好，我是公司的 HR。刚才陈总搞错了，薪资水平是不会提高的，行业不景气，能回来就回来，回来不了就拉倒。这个人我要的。这样的人，你今天花5万把他挖回来，明天就有人花6万把他挖走。这样的人，你叫他回来有什么用？公司现在正要用人。下午面试了几个人，前面4个呢是有行业背景的，也有经验的，后面6个是没有经验的，但是专业对口。下午面试我也参加，有问题吗？没问题，你们聊。亲爱的，怎么了？你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查岗哪有通知的？那还叫查岗吗？你还不睡啊？哎，上一轮的组织架构调整是你做的吗？齐薇认可的。我要把组织架构改回来。为什么？企业规模小，又是项目制，扁平化管理比较合适。朝令夕改，这不太好吧？你质疑我？我哪敢啊！是你把公司从破产的边缘挽救回来，但我才是公司老板嘛。你要朝令夕改，你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我单枪匹马去刻花语青言的时候，也没经过你同意啊，陈老板。公司好不容易能起死回生，我想清楚了，我不会再让你孤军奋战了。我要帮你把智瑞天劫做大做强。
你要改人设了？改什么人设？霸道女总裁嘛。哎呀，我跟你讲，这资产呀，分为2种资产，一种是优质资产，还有一种是不良资产。那你是哪一种？我生下来呢，就实现了财务自由，所以我是第3种，闲置资产。我不想再一直这样闲置下去了，我要把自己盘活。你快去睡觉吧。那你忙，我去闲置了。老大，花语青年的样品。啥也没看。请进。扣子系错了，设计的，口红糊到脸上去了，气色好。刚才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我谅你也不敢说，杀你灭口。哎，不是，我说你想清楚了吗？他可比你小10岁哎，13岁。我的妈呀！现在怎么那么流行年下恋呀？这薛可欣中招了，现在连你也中招了。年下恋怎么了？也能修成正果呀。哎，那是他扑的你，还是你扑的他？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会有昏了头的时候。完了完了，掉进去了。哎，你确定这不是笑面虎给设的什么美男计吗？好像也不那么美。哎呀，反正他要是转脸告你个什么职场性骚扰，你可怎么办呀？老大，你可是理性派的呀。我都理性一辈子了，管用吗？哎呀，人家的世界是诗和远方，我的世界是甲方乙方。工作半辈子，遇见一个奇葩老板，婚姻失败，留下一个奇葩儿子。人家的孩子是人才，我的孩子是素材。哟，那您可谦虚了，你这是素材库啊。行了吧，你别给我灌鸡汤。那你这也不能饮鸩止渴呀。我做做梦不行吗？胡作威跟我说，喜欢我多年了。那以后怎么办？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嘛。你先让我把梦做完。我说你先把脸擦擦。又在干什么呢？霸道女总裁。查条款啊，号称弹性工作，其实就是鼓励加班。11点之后打车报销，也是鼓励加班。请进。有文件需要签字。合同是吧？我来吧。那个薛总说，沈总，你说现在当老板是不是最容易了？签字盖章、发号施令，让他干这个，让他干那个就行了。那陈董你会什么呀？我会签字盖章、发号施令啊。不过现在大家都不认我这个陈董了，认什么薛董？对，人家都叫他薛董，叫我小陈，小陈就行了我。他也是望夫成龙嘛。他这是刷存在感。他爸就想要个儿子，
遗憾了30年，现在他证明了女儿也能顶门立户了。那你不应该为他感到高兴吗？我特高兴，我现在特别高兴。那你还跟这儿吐槽1个小时了？明姐，我是想要你的忠告。转发锦鲤，然后去买彩票，中了你就扬眉吐气了。钱不重要，我想要的是自尊，哪怕一丁点面子也行啊。他跟你说的？哎呦，你也考虑一下他的感受。他的感受重要还是公司盈利重要？真是。可心啊，你自己好好想想，你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他？什么意思啊？我当然是为了我们俩。哎呀，嫂子，哎呀，这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再而衰，三而竭。哎，爱情保鲜期一过，自动散伙。你说你这越增加外部压力，让他们内部越团结，你越想强行拆散他们，反而把他们俩给捏咕到一块儿去了，明白不明白啊？啊，叔，嘿，哟，这衣服不错呀，真帅啊！你少拍乎我，你说什么时候不帅啊？啊？哼！哎，来了，过来。哎，你小子，我让你过来帮我忙，你就是不来。我以为你被什么小姑娘拴住活了呢。齐薇啊，她都多大岁数了，你也下得了手？您还说我呢？您好，你那小媳妇不是比你小18岁呢吗？嘿，嘿，怎么了？我可把你小婶儿搁进我们家户口本里了，我妈你奶奶没反对吧？你有能耐，你把齐薇搁你们家户口本里试试。哎呀，我现在非常期待你妈的反应。侄子，你呀，只要不结婚，你想怎么谈恋爱，叔都支持你。消磨青春，消磨理想，损害身体，这都不是大事儿。听我句话啊，所有的爱情都有保鲜期。你呀，等你这热恋劲儿过了，咱们再做决定，好不好？我，嘿，哎呀，你什么时候长大的？我就喜欢他。哎，行，喜欢就跟他好，不结婚，好不好？外卖，来。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为什么辞职呀？老板娘入场了，摩拳擦掌，打算大干一场。你知道吗？咱们公司现在买一叠A4纸都要向她请示，我就是一个摆设。哎呀，薛可欣，他就图个新鲜，吃不了这种苦的。我也累啊，我也想歇歇。你可想清楚，你忘了你以前怎么忽悠我，怎么给我洗脑的啦？女人可一日无夫，不可一日无工作，谁说的？我天哪！你同意啦？我同意了。我不同意啊！你又不是我妈，你凭什么不同意？哎，他比我小13岁呀。如果你像我这岁数，有一个小你13岁的男朋友，跪下向你求婚，你就是成功女性。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定义成功女性的。我以前怎么定义成功女性的呀？你以前说成功女性要有钱、有颜、有事业。我错了，成功女性就要案头有花，炕头有人。你以前说男人会辜负女人，但是钱不会。你都不知道他拍照的技术有多好，他拍出来那照片比美颜还好看呢。你儿子知道吗？你儿子，哎呀，好烦呐！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告诉你，你有一个小自己13岁的男朋友敢蹲下来给你拍照，那就是稀有物种。老娘才不管那么多了呢。那要以后后悔了怎么办？等我后悔那天，我已经在养老院里面晒太阳了。
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可是你走了公司怎么办呢？把握机会。哎呀，突然间我的小心脏有点颤动，感觉我的小可爱在想我。哎呀，我真的要吐了，你快走吧你。肯定是想我了。哎呀，喝酒了，喝多了，走不了了，你来接我呀？啊，喝酒走不动了，头晕，头晕晕的呢。那一会儿见了。我的天，你怎么现在这么恶心呀？我真的要吐了。怎么了？这叫身不由己，你知道吗？哎，你说爱情这个东西啊，真是不讲道理。像我这样40岁的女人，也可以情窦初开呀。哎，可是到底为什么要蹲下来拍照啊？笨，前腿长。林宝，我跟你说，人生处处有。哎呀，手机都掉了。掉了，别这样，老大。失业是求职的潜在风险。劈腿。我没说完呢，劈腿。劈腿是恋爱的潜在风险。知道了。还有，别闹了。出轨是婚姻的潜在风险。哪有人会为了不失业而不求职啊？也没有人会为了不失婚而不结婚。好了，对吧？对。明宝，我跟你说，虽然我走了，位置你顶。可是这滩浑水也是你的。哎，好了，明宝，我们先走了。哎，我先走了。明宝忘了，薛可欣她可不是一般人，他们是夫妻店，他不长久的。听说今天陈董跑去沈总监那儿吐槽去了。沈总监可是薛董的人，我这不是自己找死。我发现你没想明白，我出去拉客户、维关系、做组织架构调整，不都是为了帮你吗？薛大小姐，你就应该十指不沾阳春水，贵人不踏贱地儿，好好在你家做大小姐。我跟你结婚，你一次性投资，终身回报，你还想怎么样？一山不容二虎。哪怕是1公1母，你终于把这话说出来了，陈同刚，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再想想你遇到我之前是什么样子。薛可欣，你知道什么最可怕吗？最可怕的就是以后我有再大的追求，再好的成就，这都是你的恩赐，在你眼里我永远都是个小瘪三。喘不过气来。哎，薛可欣，薛可欣，你干嘛？哎，有车，危险！哎，那么这又回来了？是不是喝酒了？狗鼻子啊你！我都喷好几清净了。完了。大晚上的让你老公独守空房，你好意思吗？哎呀，气我辞职了，所以我们俩就喝了一杯。谁想到啊，叱咤风云的女魔头也有今天呢。那他辞职了，你们公司以后谁当总经理啊？天上这么一个大馅饼就掉到了我的头上。掉你头上了？啊，是啊，你不替我开心吗？啊，你不替我开心吗？杨真，快来吃饭了。
当老总了，管多少人啊？想当年我当厂长的时候，你不是副厂长吗？去！哎妈，都老黄历了，别提了啊！嫂子跟投资人那是闺蜜，当总经理是理所当然的嘛。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是凭关系才上位似的。那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能力啊！来，借花献佛，沈总请。给我盛一碗。哎，我说啊，这个事业好归事业好，但是你们俩的任务必须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给我弄个孙子呀！那我要是个孙女儿就不行吗？不是，孙女儿也行啊。没想到你还有点重男轻女。你给我闭嘴！我的呢？每个品牌主和广告代理公司的平均合作期，你就直接告诉我，用了你的广告，每个省能卖出多少台车？肖伯纳曾经约过，所有的专业看上去都像是针对外行。郑叔叔，我不能蒙您啊！那包治百病的都是因为甲方把所有压力全都放在了营销上面，甲方也是需要教育的。喂，妈，我今天加班，不用给我留饭，也不用给我留门啊。我嫂子发的，跟我哥说让他早点睡，不回来了。又不回来了。这俩人老不见面可不行。自从我嫂子当上总经理以后，我可天天独守空房，这样下去两个人非得丁克不可。什么叫丁克？就不生孩子呗。那怎么行啊？这什么情况？改洗头房风格了？这不是我妈跟我妹说，咱们俩调节调节气氛吗？这不知道还以为大保健上门了呢。可不嘛。儿子，嗯，那把这汤喝了。哎，我现在不想喝汤。哎呀，喝吧，我炖了一下午，带一晚上，费老劲了，赶紧喝，喝点。怎么样？还行吧，有点腥。大补，高级的，多喝点。这方子我花好多钱呢。你拿什么玩意儿炖的？三边汤。你就别忍住不许吐啊！哎呀，你人都不需要这玩意儿。哎呀，有则改之，无则减免。哎呦，你喝点。哦，我不用，谢谢妈。哎呀，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啊你？妈呀！沈总。妈，你别给我当沈总啊！你是酸性体质还是碱性体质？你想生男孩还想生女孩？慢慢给我弄了个 APP， 说是能够清宫表。你还睡不睡觉了啊？我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会，我这资料需要整理一下。沈总，您现在都是总了，这些事儿不能交给秘书办吗？那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让别人代替的呀。这要生孩子能让别人代替的话，我倒是求之不得呢。哎，我问你啊，
如果婚姻是一场游戏的话，你觉得这繁衍后代是一项成就啊，还是一项任务啊？成就？如果是成就的话，你说为什么那么多当了爹妈的人还吐槽生活品质下降呢？那就是任务。它如果是一项任务的话，为什么还那么多人乐此不疲的前仆后继呢？哎呦，我脑力有限，别想了啊。干嘛呀？打呼噜，自觉回避。吓我一跳！干嘛呀？睡觉啊！睡什么觉？哎，干嘛？进去。我进去干嘛呀？沈总的排卵期到了。哎呦妈呀！你让我休息，我这。要不我再把汤给你热热？哎呦，不，谢谢。哎，进。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还是我哪儿让你不满意了？咱们俩得把这原因给找出来吧。哎呀，找什么原因？失败的原因呢？谁失败了？咱俩呀。哎呀，我说你是不是有点过度紧张了？我紧张，是你紧张才不行的好吗？谁不行了？我没不行，我那是不想。你是看见我不行，还是看见所有女的都不行？哎呀，有区别吗？区别大了。老婆，咱们俩就不能要一个顺其自然的宝宝吗？咱们俩怎么不顺其自然了？咱们也没把什么精子卵子放在一个试管里。哎，大叔，咱以后就能不能不要用那些那个优生的那个专业的术语来描述这件事情啊？什么清宫表，什么排卵期，什么基础温度，什么精子存活率，以后一概别提啊！本来挺好的，被一时武功全都被你弄废了。你有什么毛病啊你？沈总，我不是你必须攻下来的山头，也不是你必须要炸掉的碉堡。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休战3天，还有明天你把这些乱七八糟玩意儿给我撤了，看得我真的是，你别扑我了。这乱七八糟玩意儿是我弄的吗？我扑你了，不是你妈让咱俩抓紧时间完成任务呀？我告诉你，你这是心理障碍，你得去看心理医生。我。下一位。哎，你生理层面没啥问题，建议你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大家放一放手里的工作，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同事，她叫杨曼曼。哎，小李啊，今天是不是要带客户看房？对，约了10点。哎，那正好，你带她一天。不用，我有经验的，不用人带。正好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你有电动车吧？有啊，我现在去取。过来，我跟你讲，他是老板的亲戚。听说你是老板的亲戚？我嫂子的妈跟这老板的爸是朋友。哦，夕阳红，你有工作经验？工作了3个月，都满实习期了，租了好几套房子出去呢。你之前在哪家店？就街拐角黄色门脸那家。三山房产。啊，行里都在说三山房产被一个实习生报警给端了，那个人不会就是你吧？就是我啊。走了。
能不能换个男大夫？我是很专业的，你质疑我的性别，就是在质疑我的专业。我是觉得，我这……你检查身体的时候，会介意大夫是男的还是女的吗？不介意。那我检查你的心理，你为什么会介意我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说你们女人是被什么定义的？家庭。她是谁，在于她是谁的妻子，谁的女儿，谁的母亲。我们男人是被工作定义的，头衔、职称、年薪、办公室的大小、手下人的多少。要是没有这些啊，我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我认知缺失。自从被放假以后啊，出门都戴着个帽子，都低着头走，生怕碰见熟人，然后问我小杨啊，哎怎么着放假了？我要是跟人家说我放假了，人家肯定在背后嘀嘀咕咕说你看小杨没本事，天天在家待着，缺乏价值感。哎，大夫，你能不能别把这鉴定结果念出来啊？你这宣判似的。你身体有什么症状？身体什么症状？失眠、食欲不振、精神恍惚。啊，这些都有。夫妻生活是不是不和谐？不是大夫，你们这不是心理诊所吗？你怎么聊到生理了？你会因为是女人问你这个问题，你就觉得被冒犯吗？你老婆是不是很强势？你妈是不是很强势？你的童年是不是有缺陷？你才有缺陷。你还会回来的吗？我们今天呀，准备了5套房源，都可以看。户型图，一会儿看那套呢，2房朝南，1房朝北，西边套。没有。不是让你打印了吗？那我现在去打印啊，不好意思。新来的吧，业务那么不专业。哎，老板的亲戚硬塞给我的。哎，这边请。他就是那个报警的，行业公敌。这种人就要防着点，老板怕他来监视我们的。看我不整死有小孩啊、老人啊，都可以过来一起住。李姐，给户型图。给2302的房东打电话。哦，来，你看看这个，这个也是精装修，张先生刚腾出来的新房，特别是好。哎，我是曼曼。朝向好。是，现在来看房呢。喂，哎，好，我知道了。是。把钥匙送到西坝小区，有同事等着用。您好，我刚才给你打过电话，我是简宁的女朋友，麻烦请通过我一下，和您太太有关。你好，你终于肯加我了。简宁是谁？智瑞天杰的，跟你太太是同事。所以呢？我俩在一起2年了，感情一直挺好的，但是他就是不想结婚。直到前几天，我才发现问题在哪儿。他还在经常的接送他前女友上下班，而这些照片是我在他电脑里发现的。为了保护对方的隐私，我特地打了马赛克。我男朋友正是因为对这个马赛克女孩旧情难忘，所以才不肯跟我走向婚姻。这是谁？应该是你太太吧？哎，今天简宁给我讲这个笑话，我笑了一早上。简宁是谁啊？我的一个同事呀，你见过的。等我送你啊。不用，有同事的顺风车。简总，你的咖啡。谢谢啊。哎呀，
第一天工作就想做这间办公室了吧？啊，恭喜你，如愿以偿。感觉怎么样？嗯？为什么要辞职啊？哎呀，在自己前女友的手下工作，你以为会很舒服啊？能不能不要离开公司？那你得给我个理由。